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禅悟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这样说：3岁看大，7岁看老。不难发现，人是穷人命还是富贵命，在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有迹象了。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很多的方面。作为父母，整天抱怨孩子如何不好，哪里不行，还不如想一想，如何把握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因素，用后天的运气去打破命由天定的魔咒。出生的年代决定了人生的机遇。诸葛亮，他的名字如雷贯耳，歌颂他的诗句很多。杜甫点赞：功盖3分国，名成8阵图。但不管诸葛亮多厉害，在5丈原的时候，气数已尽，叹息一句：无不幸中道丧亡，虚费国家大事，得罪于天下。是他造就了3分天下的局面，本想往后一统天下，却爱莫能助。而刘伯温却能一统天下，做到了诸葛亮想做的事情。为什么都是奇才，但是结果不一样？其根本，一个生在东汉末年，一个生在元朝末年，他们遇到了贵人，不一样。俗话说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你出生在河东时代还是河西时代，混入社会的机遇就大变样了。看这些年，我们要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时代变化。上世纪的大学生能分配工作，进入体制内，然后一步步走上高处，而今天的大学生读专科之后，多半要去打螺丝、混工地，本科生还得考试才能进入体制内，大部分人要落榜。著名教授王立群在演讲时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再精心的人生规划，也抵不过一次命运的安排。是的，出生的时辰，那就是命运的第一次安排，往后的折腾都和这一时辰有关联。出生的家庭决定了原始资源，原生家庭的条件如何，对于命运是有很大影响的。俗话说：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在社会上，富二代和穷二代人生的起点是有区别的。富二代要开店铺，轻轻松松就开始了；穷二代要到处借钱，还不一定能借到。富二代要旅游、长见识、异地定居都是可以的，穷二代受到限制。虽然能够寒门出贵子，但是其过程是很困难的。比方说，元朝末年的宋濂，家境贫寒，要看书都只能借，自己家是买不起的。夜里读书也是没有机会烤火的。母亲心疼他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帮忙，思来想去，给了他一床破棉絮。当他成为明朝官员后，挥笔写下“宋东养马生絮”，满纸都是泪。家庭除了决定教育资源，还会决定人脉资源、经济资源、地域资源等。祖祖辈辈都在北京生活的父母，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能给他北京的房子。如果孩子在北京混，那就省去了一大笔买房的钱。在山旮旯里出生的孩子，要去县城都要积累很久的收入。若是要去北京，难度更大。地域不同，孩子接触到的人、学校、生活习惯等也不同，人的世界观、格局也不同。有人说，人家3代人的努力，凭什么输给你10年寒窗苦读？指出的就是原生家庭对命运的影响力。父母的教养决定了人生的布局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既然家庭时辰不能改变，那么孩子的未来就指望教育了。同样一所学校，但是培养出来的孩子千差万别，并且同一个家庭，几个孩子的命运也不同。这就说明教养的方式对孩子的未来影响很大，父母如何做起到了巨大作用。当下
有一个词语叫鸡娃。父母不断给孩子压力，给孩子机会，希望孩子奋力一步，成为人中龙凤。到头来呢，不见得鸡娃就会有效果，甚至让孩子堕落，变成父母的累赘。也有很多父母习惯了居高临下，遏制了孩子的高度和本性。父母的布局，孩子的结局，这样的道理，父母若是懂得，还善于谋局，对孩子的成长就能更好地推动。翻译员王志成写了一个故事，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拜访朋友盖博，孩子一眼就喜欢了盖博的奖杯，并且要拿走。母亲吓坏了，因为奖杯太贵重了，摔了就麻烦了。盖博走过来说：“这是奥斯卡小金人，若是你喜欢，就拿走。这代表了我的过去，而不是我的未来。”母亲顿悟，顺着盖博的话就说：“你努力向盖博学习，每个星期读2本书，写1篇心得，奖杯就真正属于你了。”后来，孩子每星期都去图书馆，考上了耶鲁大学，做了一名医生。不得不说，这位母亲的布局给了孩子无尽的希望。父母和孩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这样的联系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。看孩子是富贵命还是穷人命，还不如看孩子成长的时候，父母是如何教养的。如果你细心观察社会，就会发现，很多已经决定的行动，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变卦的。顺理成章，命运也是如此。决定好的，不能直接等同已经发生，无法挽回，而是一种时代的安排，人生大概的布局。人不到盖棺定论的那一天，都只能说命运无常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改变命运。如何利用后天改变命运呢？从父母的角度，高瞻远瞩，让孩子在深沟里也能抬头看到星辰大海。父母在孩子出生后再去努力赚钱也是可以的，自然可以给孩子更好的环境，垫高孩子的高度。从孩子的角度，对于痛苦的原生家庭，要及时远离，哪怕和父母翻脸。多观察时代，捕捉到发展的机遇，哪怕在夹缝中，也能变成一株倔强的树苗。韩尧赋中还说：“人道我贵，非我之能也，此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”顺应时代，创造机会，积极变通，穷人命和富贵命就能切换。古时候，人们都有一个心愿：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早上还只是耕田的农夫，傍晚就考上进士，登科及第，成为天子门生，拥有光明的前途了。这就是改变命运。今时今日，人们也有一个心愿：终须有日龙穿凤，闻信一世库穿龙。不论是自己还是自己的后代，如果成龙成凤了，那自身和家族的命运就被改变了，从以往的贫穷落魄变成如今的有钱有势。所谓的成龙成凤，到底容不容易呢？不容易，但有可能。只要是人，就有机会拥有一定的条件，从而取得成功。这里所指的条件，就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三者合一，基本就能改命了。既然有改命的机会，那在哪个年龄段改命最合适？毫无疑问，30岁和50岁这2年。就拿男人来说，在30岁那年，他们有精力、有活力、有青春，脑子转得特别快，只要他们敢打敢拼，就很容易赚到钱，顺利财富自由。赚钱需要靠什么？不是一味心思去打工，也不是按部就班，而是摆脱死工资的束缚，根据市场的规律、人性，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赚到一定的钱财。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，要想赚钱，除了打工，还有其他的方式。不然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
30-40岁就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，全款买房买车呢？圈中有个男人，20来岁的时候就搞过网页游戏，拉团队帮别人高价代打；30来岁的时候就开网店，中途还搞了一个工作室。也不知道是他幸运还是真有能力，无论他到哪个行业都赚钱。所以如今39岁的他财富自由，岁月无忧。不少人疑惑，30-40岁的时候无法成功，也赚不到钱，未来是否就没有希望了呢？并非如此。普通男人到了50岁还有改命的机会，只是这50岁是改命的最后期限了。错过了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这辈子就没戏了，只能等下辈子了。这番话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适用的，对于有大气运加身的人来说是不适用的。如果你有姜子牙、刘邦、刘备、郭子仪、朱元璋等人的气运，那你就算到了60岁也有改命的机会。只是这样的人太少了，基本100万人都出不了一个。本文所谈的不包括这些盖世英才，只包括才华一般、能力一般、运气一般、背景一般、智商和情商一般的男人。前者是极少数，后者才是大多数。为什么普通人的气运只能延续到50岁呢？很好理解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机会给了他，他抓不住，那机会就会跑到其他人的身上。这世上有80亿人，老天不会让某个人好到底，也不会让某个人倒霉到底。反正每个人成功的时间都是有限的，这就是天道最大的平衡。在改命这件事上，至圣先师孔子说过：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40、50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，谁知道他们未来的成就不如现在的人呢？到了40、50岁还默默无闻，那他就不值得敬畏了。为什么连圣人孔子都感慨越老越难以改命呢？因为孔子有过无数段失意的经历。早年孔子学有所成，满肚子以人治天下的学问，所以他周游列国，希望各国国君都能接受他的建议。但是孔子事与愿违，没有国君接纳他的人思想。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，孔子差点就饿死在了路上。有这般经历的他，说了一句话：时也命也，慎始善终，尽人事而听天命。一切都是时机和命数的问题，你我需要尽力而为，谨慎的开始，圆满的结束，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结果如何，不妨等待老天的安排。男人要想在50岁那年大器晚成，需要做到这4点。首先，突破潜龙勿用的束缚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要潜龙勿用，隐忍发展。到了中年，唯有突破潜龙勿用这一个层面，厚积而薄发，才能一鸣惊人。其次，遇到命中的贵人。所谓现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47岁的刘备，正是因为遇到了诸葛亮，所以他在47岁之后才能走上坡路，飞龙在天。第三，啥事都逢凶化吉。男人到了50岁，最怕的就是英雄气短，力不从心。这个时候风险特别大，不幸特别多。拥有逢凶化吉的好运，才能必有后福。第四，要有一定程度的厚黑。男人脸皮厚一点，内心狠一点，黑一点，分分钟就能捞到钱，赚取到一定的财富。成不成，既要看个人的本事，也要看天意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